卡门监狱。在多年以前，这曾经是黑暗世界里的最神秘势力之一。传说只要被关进了这个监狱里，就没有人能够逃脱，个别变态除外。苏无忌之前确实不知道，这鹿鸣山的南麓居然是卡门监狱的所在地。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死神禁地的信号屏蔽也就能够解释得通了。汉密尔顿说道：那个传说中的卡门监狱不是早就解散了吗？苏无忌看了看那颇有历史痕迹的洞口刻字，说道：卡门监狱经常搬迁，这个山洞也有可能只是个旧址，被伊文斯霸占了。伊文斯满脸阴沉地走了出来，他再度被炸得灰头土脸了，刚换的崭新迷彩服破碎了多处，看起来狼狈不堪。短短2个小时之内，被火力覆盖了2次，差点被活活炸死，实在是耻辱之极。他那本来受了箭伤的左肩膀处，衣袖已经缺失了，露出了缠绕的绷带。此刻白色绷带已经被鲜血染红了。刚刚爆炸的破片从伊文斯的这个肩膀高速划过，留下了深深的口子。伊文斯试着活动了一下左肩，更多的鲜血如泉水涌出，任何一个稍有战斗经验的人都能看出，这条胳膊已然失去了战斗力。在刚刚的那一波无人机爆炸中，10几个身穿暗银色战斗服的男人都已经尽数被炸死，一个不剩，只留下满地焦黑的残肢断臂。小子，我刚刚才知道，原来你就是游侠神殿的第5天王。伊文斯吼道：老子还没去黑暗世界弄死你们，你们反倒是主动送上门了。苏无忌拎着突击步枪从弥漫着的硝烟中缓缓走过来，他冷冷说道：我要知道华夏坠机案的真相。伊文斯的表情微微一凝，随后哈哈大笑：没想到还真被歌者算到了啊！你不是为了游侠神殿而来，而是代表华夏来到了这里。苏无忌把突击步枪放到了脚边，把腰间的格斗军刀和手雷全都解开，丢到了一边，眼神逐渐变得阴沉了起来，声音之中带着渗人的寒意：伊文斯告诉我，为什么要对华夏军方的专机下手？伊文斯冷笑连连，眼睛里透着血色的疯狂，竟是直接承认了。那是因为你们华夏人作恶多端，如果不是你们，我的父亲也不会死。德弗莱西共和国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成功建立了，我要替我的父亲报仇，让你们华夏付出代价。你可真该死啊！听着这些话，无穷的愤怒已经充斥着苏无忌的胸腔。他感觉到力量在自己的体内涌动着，就像是藏了一座活火山，随时都要爆发出来。能够一股脑干掉这么多高级军官，我太开心了。伊文斯哈哈大笑：当时是我亲自驾驶着战斗机，亲手按下了导弹发射按钮，我看着他们全部当空炸成火球，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轰！苏无忌的脚在地面上重重一踩，而他的身形已经自原地消失，眨眼之间便出现在了伊文斯的身前了。苏无忌原先站立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直径2米多的深坑，一大片烟尘从原地腾起。伊文斯来不及躲避，但他反应极快，当磅礴的气浪迎面涌来，他的右拳便直接挥上来了。砰砰，接连2道气爆声响起，伊文斯命中了苏无忌，后者却没有做出任何闪躲的动作。
可是因为苏无忌的重拳已经狠狠地砸在了伊文斯的左肩，狂暴无匹的力量已经从他的拳头前方爆炸开来。伊文斯的左肩本来就有2处伤势，此刻挨了苏无忌一记重拳，鲜血顿时从那2个伤口中炸开。他感觉到苏无忌的拳力无比凶猛，攻击力和破坏力似乎比起之前又提升了一个相当明显的档次。肩膀的剧痛让伊文斯的五官都有些变形了。然而高手之间的对决就是一步慢，步步慢，当你落入手势和被动的时候，想要再完成逆转便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了。砰！又是更加震耳欲聋的气爆声炸起。苏无忌一拳轰出，宛若天降重锤，重重地砸在了伊文斯的腹部。饶是后者自身防御力极为强悍，此刻也被打得踉跄了好几步。伊文斯清晰地感觉到，随着苏无忌的重拳轰过来，明显有一股强悍的力量透体而入，让他腹如刀绞，简直快要站不直身体了。可紧接着苏无忌便再度攻了上来，爆裂的拳风把伊文斯整个人笼罩在内。伊文斯被打急了，直接腾身而起，右腿如鞭子一样狠狠抽向苏无忌的脑袋。这一下极为凶狠，伊文斯的那条腿简直像是钢水浇筑的钢鞭，哪怕他已经处于了战斗力被削减5成的状态，这一脚仍旧散发着极为炸裂的杀意。可是面对如此危险的攻击，苏无忌不闪不避，右手的重拳直接迎了上去，结结实实地落在了伊文斯的脚面上。这一下手脚相撞，气浪从2人之间朝着四周爆炸般的扩散开来。此刻明明是伊文斯这一招看起来气势更强，可是从苏无忌暴怒出手的那一刻，双方的攻守之势便已经彻底固定了下来，不会再有任何改变。轰！气浪炸出，伊文斯的身形朝着后方翻飞。苏无忌刚刚那一拳直接把他打得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了。此刻伊文斯在翻飞的时候，右腿还是处于完全僵直的状态的。砰！伊文斯飞了10几米之后，身体重重摔落。不过他看似狼狈不堪，但是战斗本能依然在。落了地之后，立刻单手一拍地面，直接腾身而起，想要反击。可是他的右脚才刚刚踩到地面上，立刻如触电一般的抬起来，惨叫一声，整个人失去了重心，再度摔倒。因为苏无忌的那一拳已经把伊文斯的右脚砸得完全变了形，整个脚掌已经彻底粉碎性骨折了。伊文斯还想努力撑起身体，可是下一秒，耀眼的紫色剑芒便已经充斥了他的双眼。唰！凌厉的剑锋扫过，血光飙溅而起。伊文斯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痛吼，疼得在地上疯狂翻滚。因为他那受了伤的左臂已经被苏无忌齐肩而斩，他的断臂高高飞起，而汉密尔顿则是抬起了手里的冲锋枪，瞄着那一整条手臂，扳机一扣到底，直接清空了弹匣。这一梭子子弹打过去，直接把那条胳膊全部打烂了。伊文斯真正要付出代价的那个人是你。苏无忌吼着，长剑狠狠劈下来，把伊文斯的左腿齐膝斩断。这个曾经让好几个国家的特种部队都无比头疼的佣兵团长，再度发出了不似人腔的痛吼之声。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谢幕的那一刻，绝望的光从眼睛里涌出。不过紧接着，他的眼睛里居然开始再度充斥着嚣张和疯狂。就算是杀了我，你们也没法活着离开这座岛。
伊文斯大吼道：“游侠神殿注定会灭亡！”苏无忌一把揪起了伊文斯的领子，目光如血，低吼道：“告诉我是谁在指使你对付华夏专机？不要说什么为了复仇那种破理由，我不会相信。”伊文斯哈哈大笑：“我就是为了给父亲复仇。接下来，非洲的沙溢佣兵团会展开全面报复，华夏在非洲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你们一个都活不成！”苏无忌揪起了伊文斯的右手，把他的指骨全部捏碎，吼道：“说到底是谁在指使你们？”伊文斯疼得脸都变形了，所说出来的话居然无比嚣张。看到你这么迫切知道答案的急切样子，我简直太开心了，比杀了那个姓苏的还要开心！哈哈哈。苏无忌看了一眼汉密尔顿，冷冷说道：“我把他交给你，让他吐口。”汉密尔顿直接将伊文斯拎起来，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光头，笑容里有些残忍的味道。正好我那些审讯手段好几年没派上用场了。而这时候，头顶上已经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舱门打开，埃洛文拉着钟琪奈美一跃而下。“你没事吧？”埃洛文问道。苏无忌没有问他为什么把钟琪奈美带来了，他盯着那写着卡门字样的洞口说道：“你们退后，我要进去。”激战了这么一会儿，都没有人再从里面走出来，也不知道伊文斯的有效战斗力量有没有被彻底消耗一空。钟琪奈美深深地看了一眼那洞口，眼睛里忽然闪过了些许不解的光。“你等我一下。”他往前一步，拉住了苏无忌的手腕，然后闭上了眼睛。等钟琪奈美重新睁开眼睛之后，她的表情已经变了。“我感觉到了一股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熟悉感。”钟琪奈美说道。“无忌，你不要进去，也许里面的人很快就要出来了。”山洞深处并没有任何的幽深晦暗，而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工程，里面的通道纵横交错，似乎已经把整个鹿鸣山的山体从内部掏空了。在一个通体由金属打造的房间里，一个女人正在静静地靠墙而坐，她的头发已经花白，由于太久没晒太阳，皮肤有种病态的白，饶是已经看起来很虚弱了，可是还是能从这个女人的身上看出她的不凡气质。这时候，一个足蹬黑色战斗靴，身穿暗银色劲装，戴着青面獠牙魔鬼面具的女人走了进来。她说道：“方兰霜，我们得转移了。你的女儿真是给你找了个好女婿。”就在苏无忌把伊文斯放倒在地的时候，本来应该留守首都的烈焰大队已经兵分几路，进入了炽热的非洲大陆。沙溢佣兵团在德弗兰西岛的总部已经被击溃，首领伊文斯也被俘虏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干掉非洲沙溢的最好机会。在来到德弗兰西岛之前，苏无忌本来是打算亲自率领烈焰大队前往非洲的，但现在看来，团灭对方的时机稍纵即逝，绝对不能错过。而以岳冰凌和邵永阳为核心的特别工作组也已经进入了普勒尼亚，全程配合烈焰大队的军事行动，同时调查数年前的坠机一案。卡门监狱就址前，旁边的山林里，伊文斯正在发出阵阵惨叫，可饶是他已经如此痛苦，却还能对汉密尔顿破口大骂，跟个丝毫不在意自己性命的疯子一样。苏无忌相信汉密尔顿的狠辣手段，这位天王今天和崔西一样，打得很不痛快，被无处不在的鬼雷憋了一肚子气，他一定会在审讯过程中把怒火尽数发泄在伊文斯的身上。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伊文斯仍旧不吐口的话，只能说明这个家伙绝对经受过极为专业严格的抗审讯训练。只是沙溢佣兵团的团长曾经又是在何处受训的？看着表情复杂的小上人，问道：奈美，你感觉到了什么？中崎奈美的大眼睛里渐渐充满了精芒。我感觉到了一股同宗同源的力量。同宗同源？苏无忌的眉头一皱。你的意思是这种感觉和甲贺流有关？中崎奈美说着，从背后拔出了长刀，凝神戒备。然而他的面色仍旧苍白，嘴唇都没有多少血色。这么一运转力量，喉头又开始变得腥甜，血腥味儿瞬间弥漫了整个口腔。苏无忌见此，摇了摇头，他伸出手，把一缕鲜血从对方的嘴角抹去了。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就别逞强了。苏无忌说道。这里有我在呢。埃洛文看着苏无忌对中崎奈美的关切样子，抿了抿嘴，没说话，手中的枪口倒是一直指着洞口。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证明中崎奈美所感觉到的东西是没错的。因为此时一个身穿黑色衣袍的男人缓缓地走到了洞口。他的个头不高，背后交错插着双刀，黑袍的兜帽遮住了头脸。随着对方走近，中崎奈美的眼波狠狠一颤，因为他心中的那股熟悉感已然变得极为强烈了。你是谁？他的双手紧握长刀，颤声问道。苏无忌也眯起了眼睛，周身的力量疯狂运转，因为对面那个双刀男人给他带来了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这种危险感大大超过了风尘笑姐和伊文斯给苏无忌所带来的感觉，甚至就连杜卡罗的全球总教官博扬都被明显抵了下去。这男人缓缓抬起了头，随后摘掉了自己的大兜帽，露出了一张中年男人的脸。平平无奇的东亚长相，留着再寻常不过的平头，五官扁平，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普通二字，根本挑不出一点出众的地方，属于扔到人群里都再也找不到的那种人。然而在看清楚此人的长相之后，中崎奈美的眼波剧烈颤动，脚步踉跄了一下，都差点没有站稳。他的俏脸之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口中喃喃说道：不可能，这不可能呀！而苏无忌的眼睛里已经流露出了无穷的精芒，因为他在那挂在甲贺流总部的历代门主照片上看到过这个人。如果苏无忌没有记错的话，出现在眼前的这个黑袍男人就是甲贺流的上一任门主东乡浩平，此人也是风尘笑界的师傅。而在甲贺流的记载上，这位东乡浩平明明已经死了27、8年了，这太离谱了。中崎奈美心情复杂地问道：东乡门主？这丫头从出生起根本都没有见过对方，但是她坚信那种同宗同源的力量呼应感是绝对不可能作伪的。这个名叫东乡浩平的男人看了中崎奈美一眼，问道：多大了？中崎奈美并未回答。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她的眼睛里已经开始涌现出了一抹警惕。东乡浩平并不在意中崎奈美的眼光，而是把对方上下打量了2遍，才说道：我离开的这些年，甲贺流竟然出了你这样的超级天才，真是让人欣慰。似乎他已经一眼看穿了中崎奈美的所有实力了。中崎奈美轻轻咬了咬嘴唇：谢谢东乡门主夸奖。谁教你的功夫？
东乡浩平问道。风尘孝介，整个甲贺流也就只有他能教你了。中崎奈美直截了当地说道。他对我有所保留，教给我的所有功法都是残本，我能有今天，全部都是自己悟出来的。东乡浩平点点头。确实像是风尘孝介能干出来的事情。中崎奈美看着东乡浩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问出了自己内心中最关切的问题。东乡门主，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觉得很不真实，因为这消失了将近30年的东乡浩平，从表面上看起来简直比风尘孝介还要年轻。东乡浩平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的声音淡淡道：当然是拦住你们了，席子也。拦住我们！中崎奈美一躬身，很认真地说道：东乡门主，请您不要阻拦，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据说东乡浩平在意外身死的时候便已经停留在上人巅峰好多年了，而现在30年之后他重现世间，光是从那强大的气息波动中就能看出来，此人必然已经早就推开了那一扇让风尘孝介苦苦追寻而不得的门。东乡浩平的眼光开始变得冷淡了许多。你既然能来到这里，那么就表明风尘孝介已经死掉了。这一刻，苏无忌忽然想起了风尘孝介临死之前所说的那句：你们在未来的每一天都将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因为你们会遭受到甲贺流先祖们的无穷诅咒的真实含义了。风尘孝介必然知道甲贺流的上一任门主还活着，并且会对他们展开报复。的确，他死了。中崎奈美并未有任何退缩之意，他说道：因为在风尘孝介的手里，甲贺流永远不可能战胜领风族和甲翡翠风流，永远不可能回归东洋本土。回归东洋本土。听到了这句话之后，东乡浩平的眼睛里竟是流露出了一抹怅惘之意，而在这怅惘之后还有着一线自嘲。真不错，有你这种年轻的超级天才，是整个甲贺流的幸运。东乡浩平看了看面色苍白的小上人一眼：你回去吧，就当我们今天从来没有见过面。中崎奈美摇了摇头，表情非常坚定。不，我们要进去。东乡浩平说道：有我在这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进得去。苏无忌的眼神里满是凛冽之意。那就试一试。东乡浩平看了苏无忌一眼，那眼神就像是在看死人一样，他的语气里满是冷漠。小子，风尘孝介的死，我会算在你的头上。苏无忌呵呵一笑：那你还真是没找错人呢。风尘孝介的身体被我炸成了上百块，收尸都收不回来。刚要说什么，中崎奈美便开口说道：东乡门主，如果您愿意回来，愿意带着甲贺流重回东洋，那么我愿意让出门主之位的，我心甘情愿这么做。东乡浩平摇了摇头：我问你，对于初代门主留下的那2句牌句，你所理解的第3句是什么？中崎奈美知道，眼前这位前辈必然已经迈进了神人的行列，所以并未有任何的隐瞒。他说道：朝生处有光。果然还是年轻人，年轻真好，但已经不适合我了。东乡浩平的眼光变得有些幽远了起来，他淡淡说道：暗夜千星落，独留星月照寒江，孤舟碎影摇。什么？中崎奈美的眼光再度一颤，他是真的没想到东乡浩平所理解的第3句跟自己截然不同。你还年轻，潮起浪涌，生机无限。东乡浩平淡淡说道：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站在这异国他乡的海滩上，
就只能看到寒沙宿鲁江，孤舟碎影摇，只能看到离人鬓染霜，笛音雁水长。显然，那位初代门主精彩绝艳，留下的牌具代表着贾鹤流的最高心法。而这心法，根据每个人对人生的理解，根据每个人为人处事的风格，居然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东乡浩平刚刚所说的那几句话，使得钟其奈美的眼光狠狠一颤。苏无忌眯着眼睛上前一步，所以当你双鬓染霜之后，你就躺平了，摆烂了，放弃了复兴贾鹤流的梦想，去向魔鬼投诚，以换回年轻的身体。显然他已经看穿了所有。在这后方的洞口里，一定有着可以提高人类身体状态的实验室，否则的话，之前的伊文斯进去再出来后，疲惫的状态已经一扫而空。而眼前这位上一代门主更是看起来像个中年男人，根本没有丝毫老态。东乡浩平不置可否，这么多年我已经忘记贾鹤流了，所以就让这一切在这里结束吧。说着，他瞬间出现在了钟其奈美的身前，抬手拍向了他的脑袋。当他的手掌抬起来的那一刻，这一片山林瞬间飞沙走石，整片天地似乎都为之而变色。此刻在重伤的钟其奈美看来，东乡浩平的这一掌仿若直接给他开启了地狱之门。浓烈之极的死亡气息已经把小上人彻底笼罩。上一代门主之威恐怖如斯。钟其奈美在和风尘孝介对战之后，本身就已经身受重伤，精疲力竭，靠着游侠神殿的能量补给才勉强撑到这里。此刻的他好似已经被东乡浩平的无形气机完全锁定，身体重于万斤，根本做不出任何躲避动作。似乎下一秒那夺命一掌就要落在他的身上，这位贾鹤流的最强天才也将爆体而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钟其奈美感觉到身后传来了一股巨大的拉扯之力，直接将他的身体拉得朝后面倒飞，险之又险地避开了东乡浩平这一掌。可即便如此，这一掌所掀起的狂风已经让几乎毫无反抗能力的钟其奈美如同落叶般飘零。他在空中翻滚出了20多米才重重落地。而在摔落地面之前，钟其奈美清楚地看到苏无忌已经拦在了东乡浩平的身前。轰！双方的手掌已经结结实实地对轰在了一起。这一刻，双方脚下的土地已经变得如同开水一般沸腾，无尽的烟尘升腾而起，瞬间便已是遮天蔽日。紧接着，苏无忌的身形已经从无尽烟尘之中倒飞而出，他的身体接连撞断了10几棵碗口粗细的树，重重摔落在地。这老东西！苏无忌一张嘴，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他满脸涨红，眼球里的血丝似乎都因对方这一掌而多了不少。双方的实力差距似乎非常明显。只是苏无忌虽然被打飞出去了，可是那无尽尘埃之中却发出了一声意外的声音。咦！因为在双方对撞之后，这东乡浩平并非在原地静止不动的，而是后退了一步。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这后退的右脚，脚面已经深深踩入了地面，脚踝和跟腱都陷入了泥土里。居然没被我一掌打死，你这力量有点东西。东乡浩平把脚从地面拔出来，抖了抖脚面上的泥土，给了一句评价：年轻人，再给你10年，你将震惊整个世界，但现在已经到此为止。
紧接着他往前迈了一步，随着这一步踏出，地面似乎都轰隆隆地震颤了一下。强悍的气势混合着凛冽的杀意，如同实质化的烈风，已经将周遭树木的叶片生生绞碎。住手！埃洛文喊了一声，手中的突击步枪连续射击。然而当埃洛文刚刚扣下扳机的那一刻，远处的东乡浩平便好像已经有所感觉，直接拔出了背后的一把刀，在身侧刷刷挥了两下。从挥刀到拔刀的过程里，他甚至没往埃洛文的方向上看一眼。吭吭吭吭吭，子弹尽数打在长刀上，竟是没有一发突破东乡浩平的防守。挡下了子弹之后，他便反手把长刀插回了身后的刀鞘里，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快到了极致。混账玩意，弄死你！一道大吼声响起，这正是汉密尔顿的声音。紧接着雄浑的气浪便已经在东乡浩平的身后炸开了。这位游侠神殿的天王在憋屈了大半天之后，此刻终于找到了爆裂出手的机会。然而这眼看着要落到东乡浩平背后的一拳，却偏偏落了空。因为从汉密尔顿的视角来看，这个黑袍忍者忽然间就消失了。当心后面！中崎奈美的声音远远响起。这是甲贺流暗夜身法的完全版。是的，这个东乡浩平居然已经出现在了汉密尔顿的身后，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仿若化作一道黑色的妖风。汉密尔顿的心中警兆大起，但没有任何退避，反而果断一拧身，右腿如钢鞭，狠狠抽向后面的黑影。砰！他的右腿结结实实地踢上了对方的手臂。在过往的那些游侠任务里，汉密尔顿就是以暴力出名的，爆发力极强，重拳和鞭腿的杀伤力极大。可是这一刻，他却觉得自己这一腿好似抽在了一个钢水浇筑的金刚雕像上。紧接着，汉密尔顿便发现自己的右脚踝已经被对方的手给抓住了，一股强悍至极的拉扯力骤然袭来。紧接着，他便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被远远扔了出去。东乡浩平显然对追上去弄死汉密尔顿毫无兴趣，他扭头看向了苏无忌刚刚倒飞的方向，随后往前跨了一大步。这简单的一步却仿若缩地成寸，直接跨出了20米。唰！这时候一道紫光忽然从山林中凭空而生，剑光直接扫平了一路的枝叶，朝着东乡浩平迎了上去。而紧跟着这紫色剑芒而来的正是苏无忌。他握着软剑已经重新杀回来了。面对这纵跨几十米的凌厉剑光，东乡浩平再度发出了一声颇感意外的轻疑：你居然还能反击，刚刚在跟我藏拙吗？有点意思。在他看来，自己之前与苏无忌互相对撞的那一掌，就算没把对方打死，也应该把这小子打成重伤了才是。面对这凌厉剑光，东乡浩平没有任何托大之意，他反手拔出一把刀，大臂一挥，阴冷的刀光便迎上了紫芒。不过确切地说，如果仔细观看的话，他这森寒刀光之中竟是也带着碎金的颜色，和之前中崎奈美在对战风尘孝介的时候非常类似。一道道金铁交鸣之声已经骤烈地响起，而就在双方交手的时候，砰！汉密尔顿这才重重地落在了地上。他摔的位置正好在埃洛文的旁边。后者从战术背心里取出了一支能量补剂，直接捅进了汉密尔顿的嘴巴里。
汉密尔顿此刻刚想对那老忍者破口大骂，结果补剂直接捅到了嗓子眼里，只能瞪着双眼看着自己被粗暴生灌。马德，埃洛文，你把我捅疼了。汉密尔顿揉了揉喉咙。废物，埃洛文说道。汉密尔顿盯着场间四散的刀光与剑光，不甘心地说道：我刚刚是不熟悉他的战斗方式，才会被一下打飞的。埃洛文的俏脸上没什么表情。你就别上去添乱了，好好看一看你和影子之间的差距。汉密尔顿喘着粗气，揉着发麻的脚踝道：我发现你正常情况下都喊他影子，担心的时候就直接喊无忌了。你俩什么时候好上的？你少说两句废话，或许还能保存一下体力，好替影子多挨上几拳。埃洛文淡淡说道。你不上去帮忙？汉密尔顿问道。埃洛文摇了摇头，那张性感的俏脸之上仍旧没什么表情。最近你和崔西一样，花在热武器上的精力太多了。汉密尔顿对此深以为然，他站起身，从腰间抽出了2把格斗军刀，说道：谁能想到，在现代战争里还能遇到这种擅长近战的老变态。老子今天就算是拼着性命不要，也得从他的身上撕咬下一块肉来。他的话音尚未落下，吭，随着巨大的气爆声响起，这一片区域里剑光爆散，苏无忌再度被打飞了出去，他的身体重重摔落在了中崎奈美的身边。无忌，你怎么样？后者立刻将他抱住。我没事啊。苏无忌按着小商人的胸口，撑着身子站起来，紫色长剑一挥，身形再度腾起，冲向了东乡浩平。这时候，一台商务车已经从那巨大的山体空间里面开出来，出现在了鹿鸣山的边缘了，朝着海岸线一路驶去。此刻他们出现的位置距离卡门监狱的旧址门口起码有10几公里，中间甚至还隔了3座山头。显然在这山体内部有一条长距离的地下通道。在商务车的后排坐着2个女人，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一个则是戴着青面獠牙魔鬼面具。商务车的后排有个屏幕，屏幕上居然正在播放着苏无忌和东乡浩平战斗的实时影像。从这播放的角度看，摄像头应该就是装在山洞上方的石头缝里。两人的实力完全不对等，他已经被打飞出去4次了。戴面具的女人说道。方兰霜，你这个女婿很顽强，不是吗？名叫方兰霜的女人静静地看着屏幕上那悍不畏死的年轻身影，眸光轻动，没有说什么。他并不知道你还活着，他只是觉得今天可能会找到你们坠机的真相，而他甘冒其险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女儿。这个面具女人说道。啧啧，真是有情有义的男人。方兰霜看着苏无忌又一次被打飞出去，轻轻地叹了一声，终于开口道：华夏有一群傻孩子。他现在失去所有自由，甚至连通知对方撤离都做不到。所以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你还是不愿意说吗？这个面具女人说道。不说也没关系，毕竟我们所收的只是关押你的钱，审问你是另外一个价格。方兰霜说道。事关国家机密，我不可能说什么的。好几年了，你们没有必要再在这件事情上浪费功夫。这个面具女人说道。如果你的女儿也出现在你面前，你还会说出同样的话吗？方兰霜的眸光微动，语气却不变。我的答案不会有任何改变。面具女人笑了笑。江晚星，她长大了，我替你远远看过她了，很漂亮。
方兰霜的五指攥成了拳头，可是由于身体虚弱，这拳头也明显有些握不紧了。他的眼睛里藏着一抹遗憾，笑了笑道：婉星遗传，我和他爸爸当然会很漂亮，只是有点可惜，看不到他披上婚纱的那一天了。而这时候，屏幕上苏无忌再一次被打飞，这已经是第5次了。东乡浩平旋即追上，双刀已经同时拔出，交错斩向了苏无忌。后者人还在空中倒飞，看似已经避无可避。面具女人说道：这个年轻人真的很好，可惜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方兰霜的眸光明显一紧：去死吧，华夏人！东乡浩平说着，一刀前冲，一刀斜劈。苏无忌已经被森寒的刀光所笼罩，眼看着就要被劈成2截了。而这时候，一道娇俏的身影如同瞬移的幻影闪现在了苏无忌的身前。暗月身法完全版，东乡浩平那前冲的一刀直接将他的身体穿透了。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东乡浩平的长刀穿透了中崎奈美的腹腔，鲜血喷洒而出。小上人那本来就没什么血色的脸，瞬间变得极致苍白。他人还在随着东乡浩平的前冲之力而倒飞着，却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无忌，快走！东乡浩平面无表情，大臂陡然一扬，中崎奈美被一刀挑飞，那娇小的身体在空中翻滚着，一路洒着鲜血，远远跌入山林。这一刻，苏无忌目眦尽裂，双眼瞬间变得血红血红。他万万没想到，早就已经处于重伤力竭状态下的小上人，居然拼着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用出了刚刚领悟的甲贺流暗夜身法完全版，在最危险的时刻挡在了自己的身前。苏无忌手中的紫色软剑瞬间绷得笔直，凌厉的剑光骤然扫过东乡浩平的前胸，一道鲜血也从这名神忍的胸前溅了起来。奈美！苏无忌吼了一声，他在落地之后翻滚了好几圈，随后直接飞身而起，朝着对方坠落的方向追了过去。而东乡浩平稳稳站定，他并未追击，而是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的伤口，眼神颇为阴沉。汉密尔顿立刻挡在了东乡浩平的前面，而埃洛文已经冲向了苏无忌和中崎奈美。老东西，先过我这一关！汉密尔顿吼道。他狠狠一攥拳，狂暴的力量在他的拳头前方炸响。东乡浩平却并没有继续进攻，而是站在原地看着中崎奈美坠落的方向，若有所思。奈美那么下，苏无忌抱着中崎奈美，后者的嘴唇已经完全没有血色了。刚刚被一刀甩出了那么远，中崎奈美的俏脸上被擦出了好几道血痕，配上下巴尚未干的血迹，显得极为凄美。这个超绝天赋的上人，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之火快要熄灭的时候了。无忌，你快走呀！他张口说道。苏无忌对着通讯器吼道：直升机，我现在要医疗小组的直升机。此时游侠神殿的精锐在德弗兰西岛全面出击，医疗组自然已经开启了全程保障。奈美坚持住！苏无忌的喉咙滚动，紧紧攥着他的手。那只握刀的手现在已经变得纤弱又无力。我……中崎奈美说道：就是肚子有点疼，应该不算致命吧。苏无忌看了看他肚子上的恐怖刀口，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说道：不致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贯穿伤而已。
你坚持住，把伤口缝上就好了。这刀口的长度比剖腹产还要长，估计肠子已经断了，腹腔里的内脏肯定也受到了神忍静气的攻击。说着，苏无忌想要伸手捂住那刀口，不要再让鲜血流出来，可是却根本做不到。鲜血仍旧以惊人的速度汩汩涌出，他的手掌很快变得一片黏湿。你别太担心呀，我不会死的。钟琪奈美还坚持着说道。从小到大那些师兄们都说我很抗揍的呢，他们老是合起伙来打我。他说着，声音却越来越小，眼神似乎已经有些涣散了。埃洛文已经冲了过来，拧开了一瓶能量补剂，不由分说的直接捅进了钟琪奈美的喉咙里。灌完了一瓶，埃洛文又把第二瓶塞了进去。喝完它，能吊住你一口气。钟琪奈美喝完了，身体却忽然一颤，刚刚喝下的补剂已经混合着鲜血从嘴巴里溢出来。我喝饱了，好撑呀。钟琪奈美说话的时候还张着小嘴，似乎想要大口呼吸新鲜空气。那俏脸已经白得近乎有点半透明了。苏无忌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狠狠吸了吸鼻子。笨蛋，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用得着你救我，真以为我们有多深的交情呢？钟琪奈美的眼睛时而闭上，时而又努力半睁开。我当时也没多想呀。都这时候了，你还凶我？小上人，你是关心则乱，不懂影子。埃洛文也叹了一声，说道：他那是佯装败退，就等着转身给那神忍致命一击呢。钟琪奈美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见这句话。由于游侠精锐已经遍布鹿鸣山南路，直升机很快便来到了。苏无忌刚要把钟琪奈美抱起来，埃洛文却说道：把他交给我，你放心，你留下，杀了那个家伙。哼！苏无忌重重地抓了一下埃洛文的手。交给你了，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游侠神殿的直升机降落至树梢的高度，埃洛文便抱着钟琪奈美一跃而起，直接跳进了机舱。由于失血过多，后者的意识明显已经接近昏迷了。机身高度拉升，舱门关闭，钟琪奈美的身体就被平平放在机舱中间的担架上。医疗组第一时间开始输血。那组长查看了一下钟琪奈美的伤口，说道：埃洛文天王大人，这伤势有点重，我们进医。想起苏无忌那担忧的表情，埃洛文的声音冷冷：救不活他，你们医疗组就跟着一起陪葬。是。组长立刻开始抢救了。剪开了衣服之后，那触目惊心的伤口便映入了所有人的眼帘。埃洛文甚至清楚地看到了肠子的断口。他摇了摇头，似乎是不想再看，坐到直升机副驾驶的位置，面无表情地打了个电话：我要救人，帮我，我知道你有办法。他说道：要帮你救人不是不行，但能不能喊我一声爸爸？电话那端没好气地说道：你离家出走多久了？平时把我的号码拉黑，用得着我的时候就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天底下哪个父亲当得这么憋屈？我没那个时间，你不救就算了。埃洛文说道：反正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救人也来不及，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对方死掉吧。电话那端用一副无所谓的语气说道：我知道你能救。埃洛文微微皱了一下眉：帮我？爱莫能助，我人还在欧洲呢，只能祝你的朋友好运了。我跟你讲，你老爸我从来就没有向任何人低过头。然而对方这句话还没说完，就被埃洛文的一个词打断了。
爸爸。电话那边愣了一下，似乎有些不太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哦，我的天，你真的喊了！那边的老爸的嗓音瞬间提高了8度。巴特斯，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帮大小姐救人啊！动作要是慢一点，我就把你给淹了。埃洛文把手机拿得远了点，这句话把他震得耳膜生疼。而旁边的直升机飞行员却转脸露出了一个尴尬的笑意。他摘下了帽子，露出了个光秃秃的脑袋。大小姐，抱歉，老爷不让我暴露身份的。快救人！电话那边吼着。你要是再敢废话，我割了你的舌头。这名叫巴特斯的秃头飞行员立刻设定了自动驾驶，随后从口袋里取出了一管金色的补剂，起身到了机舱，为中崎奈美服下了。埃洛文见到这情况微微一愣，显然老爸的骚操作也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电话那端继续说道：哈哈，我亲爱的埃洛文，巴特斯身上携带着的是我们黄金家族最新的生命科学成果，只要没死的人都能救活。好。埃洛文稍稍地松了一口气。那个，你能不能再喊我一声爸爸呀？我都很久没听到了，再让我过过瘾，你都不知道。我刚刚听见你喊我的时候，我的身心简直舒畅到了极点。砰！电话被埃洛文直接挂断。他的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把老爹的号码再度拉进了黑名单里。喂，老东西，你没听到我说话吗？汉密尔顿吼道。他已经把自己的战斗状态调整到巅峰了，而苏无忌也已经一步步地朝着这边走来。埃洛文说的没错，他之前确实是佯装失败，诱敌深入，以寻找制胜的机会。毕竟双方有着很明显的实力差距，想要战而胜之，就得多用脑子了。不过由于苏无忌表现得太过于逼真，中崎奈美又关心则乱，所以根本没来得及分辨清楚，便冲了上去，以身挡刀。影子，他受了伤。汉密尔顿说道。咱们两人联手，说不定有干掉他的机会。苏无忌冷冷盯着东乡浩平说道。我是不是要谢谢你，没对中崎奈美彻底下杀手？东乡浩平淡淡说道。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悟出来暗夜身法的完全版本，我在最后要杀他的那一刻起了惜才之心。其实在那一刻，只要东乡浩平的长刀一拉，中崎奈美就面临着被腰斩的结局了。苏无忌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你如果杀了他，甲贺流就要断了传承了，东洋武道界也不会再有这样的天才了。东乡浩平的声音仍旧冷漠。他很好，但现在应该也活不成了。而这时候他扭头看向了另外一侧，苏无忌也感知到了什么，同时转身看去。这时候从山林中走出来了2个人，穿着都是黑色的忍者服装。他们2人皆是身材高瘦，个头一样高，就连走路姿势也是一模一样，甚至就连他们暴露在外的眉眼，看起来也像是复制粘贴的一般。他们一出现之后，东乡浩平的眼光随之变得复杂了起来。他看了看这2人，低头抹了一把胸前刀口的鲜血，自嘲地说道：我本以为东洋的神忍只剩下我一个了。东乡浩平的这句话无疑透露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那就是此刻出现在这里的2个疑似双胞胎的男人都是神人。这2个高瘦的男人竟是同时开口。神忍和神忍也是不一样的。2人异口同声，竟是没有半点音节对不上。
心有灵犀。东乡浩平知道这种默契度极高的对手究竟有多么的可怕，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常年待在这座海岛上，属实是孤陋寡闻了一些，早已不知忍者传承是什么样子的了。确实如此，井底之蛙。两个神人再度异口同声，这语气里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淡漠到了极致。两人的这种说话方式听起来有种让人脊背发寒的感觉。东乡浩平盯着这两名神人说道：只是我搞不明白的是，你们明明可以早一点出来，这样我甲贺流的后辈传人也就不用受此重伤了。这话说的好像中崎奈美不是被他一刀捅穿的一样。我们也没想到他竟然勇敢至此。左边那名高瘦神人开口说道：无忌少爷本来只是佯攻而已，那丫头确实傻得可爱。另外一个神人说道：他或许也因为这种傻而因祸得福，开启另一扇门。无忌少爷。听了这个称呼，东乡浩平的眼光陡然一凝。你们喊他什么？他自动忽略了这两个神人评价中齐奈美的那句话，注意力全都放在这个称呼上了，对此明显难以置信。苏无忌的眼光也是一凝，他看了看这两个神人，说道：两位前辈是？我叫河北直哉，公子小姐安排我们前来支援无忌少爷。左边那名神人说道：在此之前，公子小姐经常在德弗兰西岛度假。苏无忌顿时了然，原来是公子小妈。另外一人说道：我叫河北龙哉，念少爷不让我们立刻出手，是因为他想要让无忌少爷的战斗力在这座岛上充分发挥，而这个失踪多年的东乡浩平就是最好的磨刀石。混账！你们居然口口声声喊一个华夏人为少爷！东乡浩平加重了语气，吼道：你们简直辱没了尊贵的东洋神人！在他看来，在东洋的武道界，神远和神武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承受非人折磨，才打开了那扇门。可现在，这两个明显提早跨进这个境界的神人，竟然尊称一名华夏青年为少爷。更加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居然把自己当成了磨刀石。河北直哉看了东乡浩平一眼，淡漠地说道：你靠着科技外力延长寿命，晋升神人，这才是对神人的侮辱。你们该死！东乡浩平直接一跃10几米，站在了战圈的中央，吼道：你们兄弟二人一起来吧，让我领教一下你们自然晋升的厉害。河北直哉说道：我一人出手即可，若是兄弟二人一起上的话，那就是在欺负你了。这句话让东乡浩平面色涨红，这种被蔑视的感觉真是奇耻大辱。河北直哉淡淡道：你也不用生气，科技终究只是外力，你的天赋极限就是上忍巅峰，无论外力怎么帮你拔高，这根基都不会改变。话音落下，他手中的长刀已然出鞘。铿，刀鸣之声骤然响起。随着这一道清越的声音，整片鹿鸣山南麓的所有飞鸟都已经纷纷飞起。眨眼之间，那道凌厉的刀光便已经杀到了东乡浩平的面前。刀光所过之处，地面都被犁出了深深的一道沟。那一股凛冽无匹的杀意，逼得东乡浩平把他的第二把刀也拔了出来。下一秒，3道刀光狠狠撞击在了一起，尖锐的金铁交鸣之声，简直要把人的耳膜给生生震破。河北直哉的身形已经犹如闪现一般出现在了爆散的刀光之中。接下来便是密集无比的长刀相交，
快到让人近乎看不清楚。汉密尔顿看着纷乱的刀光，用胳膊肘戳了戳旁边的苏无忌。我说影子，你的身份这么神秘的吗？连这么厉害的神人都喊你少爷。苏无忌说道。你是不是五体投地，忍不住的想要喊我爸爸了？滚！汉密尔顿搓了搓自己的光头，掏出一只金属瓶的能量补剂，递给了苏无忌。喝了吧，效果不错，据说是咱们游侠神殿科研人员的新产品。苏无忌一扫瓶身，那像是试管一样的瓶子底部写了4个华夏的小字：必康药业。他说道。你知道这4个字在华夏念什么吗？汉密尔顿。能量补剂。苏无忌很认真地点点头。没错，不愧是天王，果然博学多才。说罢，他一饮而尽，感觉消耗巨大的体力稍稍回来了一些。汉密尔顿盯着场间的战斗，眼睛里流露出了热切的光芒。这才该是男人该有的样子啊！苏无忌的眼睛里也有着无穷的战意升腾起来，拍了一下好哥们的肩膀。咱们几个任重道远啊！之前在苏无忌去救钟琪奈美的时候，就是汉密尔顿悍不畏死地拦在了东乡浩平的身前，给直升机的营救争取了时间。汉密尔顿说道。你的近战能力比我强，其实我总觉得，就算是这2个神人不出现，你今天也不一定会输。影子擅长用脑，已经深入汉密尔顿的心了。苏无忌摇了摇头。我虽然伤到了东乡浩平，但那也只是算计之下的偶然罢了。这种级别的战斗打到最后都是凭实力，而这位河北直灾前辈明显要比东乡强得多。确实强大。汉密尔顿点点头，若有所思之后，还不自觉地笑了一下。苏无忌看了看他这怪异的表情。你在想什么呢？汉密尔顿说道。你说他们兄弟俩是不是还有一个妹妹，叫河北彩？他还未把这个名字说完，而就在这个时候，东乡浩平忽然发出了一声痛吼，一道鲜血已然从他的身上溅射起来，从东乡浩平的侧肋到胸口又多了一道伤口。河北直灾的长刀穿透了东乡浩平遍布周身的茫茫刀光，精准命中。他又是轻描淡写的一挥大臂，强横无匹的力量从刀锋之上爆发而出。东乡浩平的左手长刀已经被劈得脱手飞出。东乡浩平虽然吃痛，但是速度仍旧不减，暗夜身法的完全版发挥出来，几乎是瞬间就来到了河北直灾的身后。他右手中的长刀狠狠斩向对方的头，然而河北直灾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他的手腕一抖，直接把长刀横于身后，在东乡浩平的刀锋落到自己后脑勺之前，握着刀柄的手横向一拉，呲了，东乡浩平的腹部被横着切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从恐怖的伤口中泼洒出来，染红了一大片土地。啊！东乡浩平再度发出了一声痛吼，声音惊天动地。苏无忌的眼眸一眯，该稳了。话音未落，他握着紫色软剑瞬间冲出。这么多年来，东乡浩平已经快要忘记受伤是种什么感觉了。这种疼痛让他浑身战栗，力量的流转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已经太久没有在生死一线搏杀过了。旁边还有一名实力强悍的神人在虎视眈眈，受了这样的伤，如果不及时撤离，那么必死无疑。东乡浩平的身形一闪，直接暴退出了战圈。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位甲贺流的前任门主忽然感觉到
前方有一股强烈的危险感袭来。苏无忌已经从正前方迎面杀来，他周身的力量疯狂运转，随后都汇聚在了右臂处。一道紫色剑芒似乎是压抑许久的山洪，直接汹涌地爆发出来。在此之前，东乡浩平在和苏无忌交手的时候，对方的紫色软剑剑势凌厉，诡计诡异，那剑法走的是阴险毒辣的路子。可是此刻这如同山洪一般的剑光，却是带上了一股浩浩荡荡的霸气。而在这剑光洪流之中，还蕴含着无匹的力量。轰！东乡浩平本来就是重伤之躯，此刻又被迎头打了个措手不及，手中仅剩的那把长刀竟是直接被这如滔滔大河一般的剑光劈飞了出去。当剑光冲刷而过，苏无忌的身形出现在了东乡浩平之前所站立的地方，而东乡浩平本人却是已经被剑芒轰出了老远。他的身体接连撞断了10几棵树，又在地上翻滚出了20几米，才栽倒在了山林里。汉密尔顿立刻冲了上去，而苏无忌却没有再追击。他的紫剑已经重新回到了腰间，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地喘着粗气，汗水正从他的额头不断滴落而下，浑身的衣服更是已经湿透了。之前苏无忌被打飞了数次，早就受了不轻的内伤，而刚刚那一招剑光洪流，更是把他体内为数不多的力量全部消耗一空。无忌少爷，刚刚那一招很漂亮。河北直哉走过来，淡淡说道。苏无忌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距离你们还差得远，得向你们兄弟俩学习。河北直哉淡淡一笑，或许1、2年之内，我们就要被无忌少爷甩在身后了。而一直观战的河北龙哉则是往斜上方踏了一步，这一步简直像是踩中了虚空中的一个无形台阶，使得他的身形凌空而起，站到了10几米开外的一棵树上，正好可以俯瞰到被苏无忌一剑劈飞出去的东乡浩平。这动作简直优雅至极，只是在看到对方的样子之时，河北龙哉皱了皱眉头。汉密尔顿喊道：影子，你过来看看，这老东西不对劲。苏无忌立刻提了一口气，抬起比灌铅还重的双腿，朝着这边跑了过来。此时东乡浩平正靠着一棵只剩半截的树瘫坐在地上，他的头发竟是在迅速变白，之前那中年人的面容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多出了许多皱纹和老年斑。河北龙哉站在树上看着此景，淡淡说道：你借来的那些东西都是要还的。东乡浩平看到苏无忌走来，终于艰难地开口说道：如果那丫头还活着，就带她走，不要被那些人看到她。苏无忌知道他说的是钟其奈美，但对后半句很不理解，眉头微微一皱。哪些人？东乡浩平的声音明显已经变得苍老而无力，喘气都像是在拉风箱一样。他不该孤守贾鹤流，让他去朝生处寻光，别回头。话音尚未完全落下，这位神人的脑袋一歪，直接气绝身亡。